终于到我们了，终于到我们了，也算是压轴了。哎呀，看看这组，本来觉得特别好选，对，这一下子关键在庞征这儿了。征姐写点什么吧。加油！最简单、最朴实的话，加油！给你画一个吧，让我画的很。哇，你画的是我今天的发型吗？但是我画的也不一定非常好看。哈哈，哎，你这个衣服画的很传神。展示一下你的画作。加油！加油！走这儿上去吗？还要走吗？哦，那不走了。这是我们的采访场地。就这些全都是真书，然后这边会有一些画啊什么的。哦，我觉得这个场地它会比那种传统演播厅舒服很多，放松很多。我觉得一定要跟他先聊一聊，让他跟我们建立关系。对。本来是真觉得一点儿不紧张，这个等待的过程确实让人觉得，就是很期待，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真难为他们了，太紧张了。好运，来，好问题，来。张老师您好，我是东方卫视主持人冯玲。冯玲，那我们要去哪儿？我带您过去。好。在哪儿？马上到，马上到，马上到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哇，终于等到。拍一集。如临大敌。庞征有经验，然后他也有他特别温柔话语场搭建的这种能力。看张老师了。Hello， 张老师。Hello， 张老师。你好。这是我们2位实习生庞征还有王玉。你好，张生老师。姓庞征，庞大的庞。好。庞征。征，我叫王玉。那个玉是一个日一个立。对，你好。哇，感受到您的力量了。老师您坐这边。对，坐这。老师您坐这儿吧。吃饭了吗？吃了，吃过了来的。今天是这样的，是庞征他来采访您，对，然后呢，我在旁边做一些笔记，对，好，主要是2位沟通，对，我们昨天不是先给您发了一个那个采访提纲吗？我看到了，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？或者我的问题是，你们真的打算在这个时间内把这些问题问完吗？哇哦，老师会不会觉得我们给到太多？而且每一个问题都在问我的一生，不容易啊，这个采访。大家是不一样的受采者。对呀，这里面最难的是张春。庞征第一个选择，这4个嘉宾他可以随便选，我觉得他选了一个最难的。他明知道张春已经跟鲁豫老师有过深度的交流了，他已经把那些很深的东西都展现过了，那你怎么再去挖那些呢？你说讲他的成长经历，这就反而觉得没意思了。也就是说，难度挑战也太大了。所以看他们能不能找到新的话题跟点。还得超越啊！我就想，天哪，用20个问题，用20个角度来问我的人生，对。不会的。对，那个只是我们的一个大概初步的想法，但是今天我们准备把那个抛弃掉。抛弃掉，因为还是想看老师自己比较想说什么，然后以及我们到底会聊到什么，就是不一定要按照那个东西来。因为我们在准备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又很怕我们了解的不够，然后又很担心我们了解的太多。你不用担心这个，就是你想了解的太多或者太少，你也不能决定你能了解多少，对吧？因为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这还有我的事。是。如果年轻的采访者遇到这样的被采访对象是有压力的。他不顺着你说。对。我要说多少，这是另外一面了。你是眼睛红了吗？因为我们是这样，我俩从前天到昨天，先是看那个1003天，再是看《一生里的某一刻》，我是全看完了，然后就好几次就是真的是被感动到。对，我们一开始的想法是应准备尽准备，就把我们的问题全都列出来，但是我们在后期，尤其是给您提交完以后，我们会把这种准备缩小，我们会有几个核心问题，也是庞征他特别想问您的，就是挺好的。对。哎呀，你不用解释那么多了，姐都懂的。
那我叫您张春姐，还是叫您张春老师比较合适？你喜欢哪个？那我想叫张春姐。好，好的。两位可以随时开始，我在旁边好，给大家。你们准备好就可以随时开始。那我们就开始啦。好。旁观者清出第2集了，续集了，续集了。用旁观的角度看他们的故事。今天旁观者清，我们请到了一位很特别的姐姐。这位姐姐呢，她既是作家，也是心理咨询师。她还开了一家只在晴天才开门营业的冰淇淋小店儿，而且我其实特别期待能去一去。没了，没关系，在我的心里，我其实已经去过了，而且今天我在现场，我还见到了你。他还是特别会讲故事、特别会创造故事的人。我觉得对他的抬头介绍定义实在是太多了。说实话，在我今天上场之前，我在反反复复的想，我到底要怎么去介绍张春姐。所以今天我选择直接把话筒交到他的手里，让我们一起走进张春老师，欢迎他，欢迎张春老师。张春姐，你觉得我刚刚对你的这段描述，你还满意吗？有一点点不满意，就是这个店已经关了，所以我就自己赶紧补充上了，所以没有那么满意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也不是死人。太真诚了。伊丽静老师应该仿一次张春老师，我觉得这个肯定好看。我们俩都不是属于顺着对方说话的人。对，我已经期待噼里啪啦、噼里啪啦、噼里啪啦火花。我自己补上就好了，所以你也不需要一次性的全都搞到完美，不重要，没事。哇，你的这句话也是让我感觉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，是吗？对，因为我来之前一直在思考，就是你已经参加过那么多访谈了、节目、播客、录制，在这些人面前，我是不是显得相对来说会比较稚嫩一点？你本来就年轻啊，这个是你的特点，它也可以是你的优势。那你在就是接受不同的年龄或者说不同的性别、不同的人在采访的时候，你会觉得给你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吗？说实话，大部分没有不一样。人们对我的投射、对我的兴趣，它是比较集中的。可能我就是有一些社会身份、一些社会标签，所以人们对我的想要了解的东西就是类似的。对，其实，在之前的过程当中，你是不是会经常反反复复的回答一些就是很类似的问题？会，然后我就会就是如果他有钱财或者是有提纲的话，我就说这些你去看这篇。对，我都讲过了，为什么还要我再说？倒也没有不耐烦，我理解这种情况。那如果你还有超出这一篇内容里面，你还感兴趣的，那你就再问。如果是在这个范围内，那我们俩都省事。其实我在做功课的过程当中，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不太认识张春姐，但是认识你的，他就爱你爱疯了，是吗？抓得好。你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？就是当时我们整个课题组在场所有的女生，我们就说，我们都知道张春老师，我们都疯狂的爱着他。然后我们的男导师，包括我们的一些男学生就说，好像是没有听过。我就发现，感觉这好像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看来我还要努力。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可能我也会问到一些重复的问题，但哪怕有一个人他不知道您，或者说他没有听过，没关系，我并不讨厌这些问题。你看这个放下来了，已经进入聊天场了。刚刚在开头的时候有说到，其实张春姐你之前是做过好多不同的工作，是有很多不同的经历。你是从小到大你就一直觉得我要过不一样的生活，还是没有？谁小时候知道长大了要干什么？你小时候知道你要当主持人吗？我知道，真的啊？我从小就想，我从小我要当一个主持人，你就一心一意的就是要当主持人。但我后来也没当成。你什么叫后来？你现在也还很年轻啊！你说的后来指的是，就是我当时本科毕业之后，我本来其实就是很坚定的，我想要当一名主持人，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我最后就没有走这条路。但是现在我又走到这条路上来了，就是这不是殊途同归，然后兜兜转转又回来了。你要这样说的话，也有一点启发我哈。你要说殊途同归，其实我没想到我会做这么多种工作，但实际上我心里有一个基本的这种职业认同是作家。
这一点上确实是从小到大一直都有这个念头的，只不过我大部分时候没在写，但这不影响我把自己当成作家。那你现在还在继续这份工作吗？我觉得我应该到死都是，哪怕我从现在到死都没有再写一篇文章，我也自己认为我就是作家。这一点上来看，跟你是类似的。其实说到类似，我是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多相同，可能我对你做的功课要多一点。我当时看了，就是你写的这本书，就是我确实要说，在认识张晨杰你本人之前，我其实是更早的先看过了你的书。像上次我在跟张春做播客的时候，因为我提前把他的书看了一下，当你引用了他的书里面的某一段话的时候，瞬间可能会激起对方的某种情感。庞真学到了，然后会引出对方可能带有情感的一些表达。有一段话还是给我就是造成了非常重的一个冲击，就是你在说这个社会它对女性的这个压力是双面的。我当时被冲击到的并不是说你说出了这个现象本身，是我发现我身在这个规则当中，但是我不自知。就是我从小到大一直是一个很循规蹈矩的，一路按着我要考最好的高中、最好的大学，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女性，我在按这样的步子在走。但是我没有意识到，这好像它是对我双向的一个压力。其实这个双重束缚，它具体的含义就是，它是两个逻辑来评价一件事情。比如说你不漂亮，就说明你懒，就说明你自我管理不好。如果你太漂亮了，你就是在惹事，或者你就是在虚荣。这就是用两个逻辑来圈定一件事情，它就会成为一个怎么做都错的事情。这就叫双向束缚。但我感觉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，可能不仅是我，可能还有很多人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用两套逻辑来去限定一个事情，它是错误的。但我觉得，如果听到了这句话，听到了这件事儿，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对的，它就是有意义的。这就是诉诸于语言的作用。就是你原来反正隐隐大家都这么过的，它就差不多吧，大概是这样吧。但是它诉诸于语言，你就会看到，哎，这很荒谬。它就像一个隐形的敌人，你把它显影了，显影出来，你就发现，哎，这个人长得很奇怪，他不应该是这样子的，他有矛盾，他有冲突。这就是语言的用处。我觉得这不愧是心理咨询师姐，我觉得我今天免费来上你的这个课，也是蹭到了。你这种交谈的欲望，刚好进入状态了，是吧？太可爱了，情绪小能手。鼓励，情绪价值，情绪价值。还有这种啦啦队，我怎么没有？我以后得要一个。我也要一个。我去，咱俩互相给对方当啦啦队吧。咱俩不是要成立灵力组合了吗？对，可以，互相来。其实我早几天在看你的那个微博的时候，我还看到了，就是你生活当中经常会发一些那种就是小跟我妈的爱恨情仇，很好笑。因为我有看到你，其实14岁的时候你就已经离开家去求学。对，我跟我妈妈在一起住这么久，这是20年来的第一次。我们已经分开很久了，其实有很多陌生的时候，我们甚至不知道对方爱吃什么，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爱好，就是吃瓜子。嗑瓜子儿。对。然后我也经常找茬跟他吵架，听起来你感觉很叛逆，可能也因为离开太早了，没有尝到我叛逆的那个厉害。现在可以尝一尝。对，现在正在尝，他正在吃这个苦。也不是苦，对于妈妈来说，它是一种甜蜜的幸福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这有细节了。跟妈妈的故事。我为什么一直拿这本书？我觉得这本书让我很有安全感，因为我在这本书里面看到你在写妈妈的那个部分，我就是想看不敢看，特别想读完，但是就是眼眶模糊到看不清字。我有时候在想，这本书会不会是我写的？我妈妈是会计，然后你妈妈也是会计，真的啊？然后里面的遭遇、经历、说的话、做的事一模一样。真的。对，然后我必须想读一下，就是我真的非常感触的一个部分，就是我的同学告诉我，遇见妈妈在空旷的操场上独自痛哭，
那时候爸爸刚去世1年，这个家庭还没有从沉重的打击中恢复，就有灭顶之灾接踵而至，这一切又落到了妈妈的身上。如果换个人做我妈妈，也许我们就都活不下来了。张春已经看到他了。你也生过重病，你爸爸也走了，在一模一样的时间节点。我妈妈她是这样，在我爸爸生病的那一年，我做了一个手术，我的外公做了一个心脏的支架搭桥，然后我的外婆摔成了重伤，我们4个人住在一个医院里。天哪！然后所有的担子落在我妈妈一个人身上。天哪！那个时候有没有什么支柱可以支撑着你下去？完全来源于你自己吗？我妈妈，就我觉得我是我妈唯一的支柱，她也是我唯一的支柱。如果我垮了，或者我伤心了，或者我崩溃了，她一定会比我先倒下，所以我必须要牢牢地立在那个地方。所以我在看这个文字的时候，我突然有一种就是平行时空的我自己，但是我写不出这样的文字，我只会说我妈好惨。但是我在看你的文字的时候，我有一种就是很震撼的力量，然后穿过我，击打到我。你说有这样的榜样在我的面前，善待生命的决定也变得越来越清晰。我觉得他也看到了，我比那个时候幸福多了。我现在觉得人生还挺有意思的，可以的，我们都过来了，多有力量的故事。这种故事能够碰这么高，碰到一起，它是一个极偶然的情况。对，但是他很有说点前走上，他就直接拿出自己的故事撞到张春，就是这么有感情的回馈。但确实有啊，就浓度很高啊。我觉得他还是很勇敢的。对，他有真诚换来真诚。小时候我没有意识，就是什么是榜样。但是大一些，成年以后，我会有这个感觉，而且现在我越来越觉得，我刚刚做了一期新的节目，还没有上线，就是写普通人生脚本。我现在觉得这个脚本，我妈妈一直在执行。就一个普通人怎么幸福的生活，开始讲故事。我发现我苦求而不得的那些生活，她一直在过。他每天都这样，他几十年来都这样，甚至在我爸爸生病，他在重症的肿瘤医院里面陪床，他只能趴在床边睡觉，他依然是按时睡觉，然后好好吃饭。就是遇到任何事情，他一直是这样过的。我今天才知道这有多难。我年轻的时候不觉得这个事情有什么了不起，我甚至看不到这件事情。但是现在我就觉得这种秩序是多么的重要和珍贵。和不易得，特好，特别好，又是不同的力量。哎呀，至于我了。年纪越大，越害怕接到家里的电话。有一天，我哥给我发了个端午节快乐，我吓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出事了，我追问了他几十分钟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你不要瞒我，你不要骗我，结果就真的没有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就 PTSD 了。就是你会忍不住的眼泪湿润，不知道为什么一看这个一直。你共情能力强吗？就是因为这很容易让人共情。对，我使劲忍着呢。我高2那一年，就是马上要升高3的时候，然后当时我妈妈就查出来背上有肿瘤。我是在后来我妈妈已经来上海肿瘤医院，就是全部手术做完之后，然后我才知道肿瘤特别不好，所以他们刚讲的时候我知道那种后怕的感觉。总有一天，我就很懂那种就是你很担心爸爸妈妈会离开你，我就很想拼命穿切。等于庞征搭了个台阶，对，让普通人和张春之间搭了一个台阶，带进去了。我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很奇妙的特质，就是你只需要去讲一些特别的平常、特别稀松的小事儿，但这些小事儿非常的有生命力，而且很动人。
小时候我们会常听到这不是流水账吗？不值得记录，不值得叙述。但是现在你说不值就不值啊，我说了算。对，你看不惯的就拉倒，爱谁谁吧。对对对。那你平常会去看大家在网上对你的评价、关注啊，然后你是什么样的态度？好问题。如果这一段时间好评多，我就会刷到。如果恶评多，我就点不感兴趣。对，我会尽量不看。那其实对于网上对你这些评价，其实你也就不是特别在意，就爱谁谁吧。那肯定是在意啊，我在意我才会点不感兴趣嘛。我要是不在意，我就随他，我就说呗，我觉得啊挺有意思的，这个人这么看我，我没有这么厉害，所以我就隔离他。在意，但是一边去。没办法，我也奈何不了，我也不能做什么。我反正也是这么想的，因为我做那个直播带货的时候，也会有很多人就是莫名其妙的开始攻击你，比如说，哎呀，长得脸歪嘴斜的啊，就是卖假货的，他就是一些很奇怪的事情。然后我当时一度被这件事情困扰，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敏感的人，我会在想，就是为什么会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恶意？那你是怎么消化的呢？反采访了，它是个对谈，对，不是典型的采访。但是其实这种在现在的语境底下很受欢迎的。对。那你是怎么消化的呢？我会哭，但是我不会当着镜头哭，我会结束之后回去就是痛哭一场，然后再告诉自己没事的，加油，要挣钱，明天第二天再上班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呀。不容易，你去消化这些不会很容易的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，老一点就会好一些，对你再过10几年、20年，你可能哭的时间短一点，甚至不哭，你会更红，然后那些贱人更加按耐不住了，这个会不会剪掉？这个会的，姐放心说，我是希望不要剪，我想说给那些人听，留下来，对。听到了吗，导演？我们在今天见面之前，向鲁豫老师偷偷的打听了一下你，然后鲁豫老师他其实一直在重复的强调，他说你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。现场我也感觉到了，就是你可以和一个第一天见面的人，然后去谈论你的妈妈，在我看来，这其实还是一件蛮隐私的事情，感觉好像陌生人之间他没有办法那么快速的去建立联系，所以我当时也特别的忐忑，我说这能说吗？我说我很害怕，就是当我去表达这件事情的时候，然后对你来说，它其实可能是个负担，或者说它其实是一件我不太去愿意说起的事情。但是你有这么多责任吗？我觉得是这样子的，如果我有负担，我就拒绝呀。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，这个谈话是我们2个人的。所以你做你的，直到你被阻止。特别好。王玉又给情绪价值人说好。要不然我们怎么衡量我们可以跟别人干什么呢？我对我的生活的看法就是，所有的事都在冒险。当然了，你是第一次见面的人，这是一个冒险。可是认识5年的人也会背叛我呀。那何以见得那种情况下就没有冒险呢？都有冒险。你说我们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是这也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所以，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当成是第一次见面，而是最后一次见面呢？是不是可以说了？好像感觉什么都能说了。对呀。有没有可能也不要去听那些大道理什么的？对，很多大道理他们就是骗人的，所以少听一点。所以你其实对于这些大道理，你会保持一种很警惕的心理。对，就是我现在何止警惕，我根本不听。包括一些针对女性的这种老登话语，比如说你要独立，你要大女人什么的也不用听，他说白了都是大道理而已。啥叫不内耗？张春就是像那种野草似的那种野蛮的生命力，特别蓬勃。就用郑清文的话说，就是当命运垂青我的时候，我就信命。
啊，他不垂青我就不信。这倒是也给了我一个新的视角。是的，是的，丰俭由人这些道理呢，你可以听，但是我做不到，它就是没用。警惕那些大道理，警惕那些金句，更要警惕那些爽文。对，我也觉得世上可能真的有哈，但是我不信，那我就只讲我相信的故事。我觉得张春的生命已经又被迭代，就是又更新。他进入了表达值得的状态，就是值不值得说是知识分子最大的防。哇，太好了！我觉得他已经不是在访谈他对面的那个嘉宾了，他甚至都没有说让对方回答问题，就是他抛出一段自己的想法、感受，然后等待对方的回应。只有张春，你只要跟他坦诚，他什么都能接着。对。我决定我要听什么，我决定我要做什么，我决定在这个世界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。对，我觉得相信这一点的人应该更多才对。对，应该越来越多。我相信看了今天的节目，以后还会越来越多，以后应该要越来越多。对，今天非常谢谢张春老师。其实我是第一次见到张春老师，我非常感动，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他就可以这么的坦诚。这么的真诚，然后跟我分享他一些很私密的故事，或者给到我一些真的很震撼人心的一些力量。我说实话，整个过程当中我是反反复复的被治愈，但是我相信肯定不是我一个人被治愈，肯定会有更多的人被治愈。我感觉很多不同的女性，她们在努力的前行，她们在发表她们的观点和态度，她们在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的过程当中，本身也就预示着我们会有更多不同的可能。然后这种女性和女性之间能量的流动，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。虽然刚刚张春姐说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次，但我希望不要是最后一次。那我们可以再约。谢谢张春老师，谢谢你，谢谢张春老师，谢谢。给你抱一下好不好？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。这很难，真的很难。太棒了，我们的同学们。沉郁的脸。我觉得张春他在某一个时刻转化成了心理治疗师。谢谢姐，辛苦你了。所以很辛苦，对不对？要做很多事。对，但是你跟我讲那个辛苦了，我还是觉得好久没有人对我说辛苦了。然后我觉得今天我是更幸运的那个，不是说我能力更强，而是我有机会在这里可以坐在这里面对您和你交流。但是我一定把我的搭档邀请过来，给你们画个符。对啊，但是我在央美面前，画得很好。我就是觉得央美认证是吗？太好了，那我开心了啊！因为我非常好。我也抱您一下，谢谢。哎呦，慢点。没有，不会。老师您先忙。谢谢，辛苦了。